大家好，我係阿夫拉。官方咧嘅 2.5 版本嘅《碧與飛黃蛇天狼》咧直播前瞻咧已經播出咗。呢部懶人包就係將呢個直播前瞻咧有啲重要嘅資訊咧全部都 mark 晒落嚟咧，去為大家做一個參考。首先一出嚟嘅就係人物介紹，就係呢個嘅秦烈命途風屬性嘅飛霄將軍。飛霄咧作為一個追擊隊體系嘅大師，被追加攻擊嘅邏輯咧係有啲似真理醫生嘅，但係佢係優於真理醫生。而飛霄終結技嘅累積咧，亦都係非常相似黃泉嗰種嘅系統。如果根據內鬼釋出嘅第5個版本嘅飛霄嘅資訊，每一個隊友嘅攻擊都會累積 0.5 嘅飛黃。當飛黃累積達到6嘅時候咧，就可以施展終結技。而飛霄嘅兩命咧，就係我方目標每施放一次追加攻擊咧，即可令到飛霄咧獲得1點嘅飛黃。所以有追擊隊嘅朋友，飛霄兩命係走唔甩嘅。佢嘅兩命完全係質變，有隊友追加攻擊嘅情況下，就可以令到佢嘅飛黃咧快50%。而飛霄嘅終結技咧，亦都有啲似黃泉，對目標無視屬性削人擊破嘅效果。最後就係飛霄嘅秘技，咁喺地圖用咗之後咧，佢嘅移動速度會提高，並能牽引一定嘅範圍嘅敵人。咁進入戰鬥後就可以即刻對對方咧造成全體傷害，而且更重要嘅係可以累積飛黃。根據內鬼第5版本嘅講法，就係1點嘅飛黃。咁目前對飛霄嘅初步評價就係咧，佢對追擊隊嘅依賴性非常高。咁我相信咧，好多玩追擊隊體系嘅玩家咧，呢一個飛霄咧係必抽噶啦。然而有一個消息咧，令啲玩家咧意想不到嘅就係咧，飛霄亦都係咧會作為 boss 咧去挑戰玩家嘅。咁情況就類似之前沙金 boss 咧一樣。咁呢個挑戰成功之後咧，你就可以獲得咧靈沙同埋密澤嘅高級痕跡素材。之後咧，我哋就講到靈沙呢個部分。靈沙咧係一位風曉命途火屬性嘅超擊破隊嘅生存位擊破奶。咁佢定位咧被好多人認定為咧係用嚟取代洗耳星嘅加利克。咁根據官方嘅說法咧，咁透過戰技召喚出嘅浮猿咧，亦都可以發動追加攻擊咧，去對全體進行傷害嘅，並可以解除我方全體一個負面效果咧，並回復生命值。而且靈沙嘅終結技亦都有全體攻擊以及全體治療效果。咁根據內鬼第5版本嘅靈沙咧所泄露出嚟嘅資料，靈沙嘅戰技以及戰技召喚出嚟嘅浮猿咧，都係有治療嘅效果。而召喚出嚟嘅浮猿咧，佢嘅初始擁有90點嘅速度咧，以及3次行動嘅次數。咁講到呢度咧，以為浮猿咧追加攻擊，咁呢個一定係追加攻擊嘅角色。其實靈沙嘅終結技痕跡同埋星雲咧，有好多都係同弱點擊破以及擊破特攻有關嘅。譬如係兩命嘅靈沙釋放終結技嗰陣，可以令到全體嘅擊破特攻提高40%，持續3個回合。而且終結技嘅純追狀態可以令目標受到嘅擊破傷害提高25%，持續2個回合。而靈沙嘅秘技咧，亦都係令敵方全體陷入純醉嘅狀態，要令到目標喺呢種情況下再用流刑補一刀。呢度成個流程都係大大加強咗流刑嘅輸出，同時亦都有對全體嘅傷害、對全體嘅治療以及對全體嘅一個負面效果移除。咁基於呢一啲嘅資料，我相信靈沙將會成為超擊破隊嘅中流砥柱。我相信超擊破隊嘅玩家咧都係必抽噶啦。而最後嘅新角色介紹亦都有講到4星角色嘅密澤。密澤為咧秦烈命途嘅雷屬性，亦都被玩家稱為托拍嘅下位。而密澤嘅外形設計咧，又同我想成為影之強者嘅暗影大日咧有住幾分相似。所以每次講到密澤呢個角色，就會彈出呢一個動畫嘅經典對白。我哋入翻正題，講翻密澤。根據內鬼流出嘅密澤第5個版本，密澤咧主要係靠戰技咧令目標成為獵物咧，並獲得呢個9點嘅充能。而我方目標攻擊獵物後咧，密澤都會對獵物咧發動雷屬性嘅附加傷害，然後消耗1點充能。每消耗3點充能就會對獵物咧發動一次追加攻擊。咁密澤呢個4星人物咧，我暫時真係冇去做一個深入嘅研究。我遲下咧都有打算咧出一套關於密澤嘅影片咧，就講一講密澤喺追擊隊嘅
嘅功用。然後喺卡池嘅部分，今次咧就真係俾內鬼講中咗，係一個特殊活動躍遷。咁喺上半嘅卡池除咗飛霄之外，今次仲復刻咗知更鳥、卡夫卡同埋黑天鵝。而知更鳥咧就係追擊隊必要嘅輔助，而卡夫卡同黑天鵝亦都係 DOT 隊嘅靈魂角色。咁我建議如果你要抽復刻躍遷嘅話，咁就一定要抽知更鳥。而本身你之前已經係抽咗招幽嘅話，你亦都可以 skip 咗黑天鵝，直接抽卡夫卡。咁卡夫卡為主師，招幽為副師咧係冇問題嘅。如果你又冇 DOT 隊又冇追擊隊，咁我建議你咧飛霄都暫時唔使抽，你就係抽知更鳥就 OK 啦。但如果你又想抽飛霄嘅話，咁除咗你要抽知更鳥之外咧，你都要抽埋咧呢個嘅 2.5 嘅下半卡池，咁啊追擊隊嘅靈魂人物托帕啦。咁 2.5 嘅下半卡池咧就只有零沙啦同埋托帕俾你揀嘅啫。咁呢個特殊活動躍遷咧，官方都有個提醒，第一個就係當期嘅卡池，呢個特殊活動躍遷嘅復刻卡池分鐘嘅保底次數係共享嘅。而第二個提醒就係躍遷活動中咧切換卡池咧唔會重置保底次數，限定角色之間亦都唔會互相歪嘅。而最後官方提嘅就係活動躍遷卡池咧係不定期開放嘅，所以今次要抽嘅朋友就好好把握今次嘅機會，提前計劃好你將會抽嘅人物角色或者專屬光追。最後啦就係 2.5 版本嘅劇情同埋新地圖，咁就喺羅浮仙州咧搞咗個比賽場地，而呢個新地圖咧係會有一個活動嘅，個活動名就叫升天演武疑點。咁喺呢個活動裏面咧，你就會見翻好多咧喺貝洛伯格出現嘅舊人物，例如盧卡、托帕、銀之等等。除此之外咧，官方咧仲有其他嘅活動，咁個名就叫妙趣碗堂。而呢個遊戲嘅玩法咧就同呢個仙州嘅金銀行嘅貨物堆疊咧差唔多。仲有就係差分宇宙嘅調整，咁官方就話特別對一啲加權奇物啦，又或者一啲嘅事件或者祝福咧去做咗個調整。咁官方咧亦都係差分宇宙嘅冒險房入面咧，亦都新增咗牛仔對決同埋火力傾瀉遊戲。咁唔同挑戰咧就有唔同目標，咁開拓者咧需要根據要求咧盡可能提高評分咧去獲取冒險獎勵。咁挑戰過程亦都會隨機產生宇宙碎片標靶啦，咁擊碎呢啲標靶就可以獲得一啲嘅獎勵以及增益等等。而喺匹洛康尼嘅長輝石號咧都多咗一啲嘅裝置咧去俾你練習呢啲嘅小遊戲，以及差分宇宙嘅儀盒等級咧從60級咧上升到80級。咁除此之外咧喺遺棄嗰方面咧就有一啲嘅更新，就多咗2個新嘅飾品。冇記錯咧，一個係加能量恢復效率，一個係加暴擊傷害。另外咧亦都多咗2個角色進階材料啦，咁就去俾嗰啲新角色咧去做一個升級。仲有就係 2.5 版本咧就加咗一個模式設置啦，咁等玩家可以選擇咧休閒模式或者普通模式。咁可以話咧，官方連淨係玩劇情嗰啲玩家咧都一併照顧埋，令到星穹鐵道咧就非常人性化。最後咧，官方對玩家嘅福利咧就一啲都唔少得，包括呢個巡星之禮啦，咁7日簽到咧，咁就可以攞10抽。官方咧今次喺呢個版本咧特別再送1仙星鯨咧，就俾各位嘅玩家，真係福利滿滿。咁官方嘅星穹鐵道 2.5 嘅版本直播前瞻咧嘅內容咧，大致上就係咁上下，咁方便你哋咧去做一個參考。咁最後啦，有一樣嘢要提醒就係，影片裏面咧之前所提過嘅內鬼所提供嘅資料咧，並不一定等於遊戲實裝嘅數據。咁遊戲嘅最終角色數據咧，就請以官方嘅最終發布為準。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咁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